如果你以为花开锦绣的结局就是所有人终于苦尽甘来，那么看到最后，你可能会发现，真正让人难忘的，恰恰不是那一场看似圆满的大结局。因为这个故事真正想告诉我们的，从来不是一个人最后得到了多少荣华富贵，也不是有情人最终有没有走到一起。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封建时代的冷酷，也照出了人在命运面前最真实的挣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窗棂，落在精致的屏风上，繁花与锦绣看起来依旧耀眼。可就在这一刻，观众才会慢慢意识到，花开锦绣这个名字背后，其实藏着一种很深的反差。花可以盛开，锦绣也可以铺满人生。但那些曾经留下的伤口，真的会因为日子越来越好，就彻底消失吗？答案或许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也是花开锦绣最特别的地方。他没有把所有人物简单的分成好人与坏人，也没有用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就解释所有人的命运。相反，故事一次又一次把人物推到选择的路口，他们必须面对身份，面对规则，面对家族，面对世俗眼光，更要面对那个时代根本不允许他们轻易选择自己人生的现实。有些人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别人一生都无法得到的东西，而有些人即使付出再多，也只能在命运留下的缝隙里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所以，当我们重新回头看这些人物，就会发现，他们真正争取的，也许从来都不是所谓的荣华富贵，他们想要的，其实只是一个能够自己决定命运的机会，而这恰恰是最难得到的东西。尤其是故事走到结尾之后，那种所谓的圆满，更让人产生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表面上看，一切似乎都已经走向了最好的方向，人物终于拥有了新的生活，曾经压在他们身上的困境也逐渐被甩在身后，曾经无法触碰的东西，如今似乎都已经触手可及。可是，如果把镜头拉近一点，你会发现，每一个所谓的圆满背后，都有一段无法重新来过的过去。有人失去了曾经最珍贵的人，有人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有人终于站到了自己想要的位置，却再也回不到最初那个单纯的自己。所以，花开锦绣的结局，真正让人唏嘘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告诉我们，幸福意味着过去的一切都没有发生。恰恰相反，幸福往往意味着，即使那些事情发生过，即使伤口依然存在，你依然选择继续往前走。这也是整部剧最现实的一层。现实中的人生本来就很少存在100%完美的结局。所谓圆满，很多时候并不是所有遗憾都被弥补，而是一个人终于拥有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看到结尾的时候会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有人觉得终于苦尽甘来，有人却觉得这样的结局为什么还是有一点心酸。其实这两种感觉都没有错，因为花开锦绣真正描绘的就是一种带着伤痕的圆满，就像一朵花经历过风雨之后重新盛开，你看到的是花开，却不知道它曾经经历过多少次差一点凋零。这其中傅庭云的故事尤其值得回味。如果说其他人物的命运是在不断挣扎中寻找出口，那么傅庭云面对的问题则更加复杂。他经历过的那些事情，不可能因为故事最终迎来光明就被轻易抹去。那些选择，那些失去，那些曾经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都会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问他最后到底幸不幸福的时候，答案可能并不是简单的幸福或者不幸福，因为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他有没有终于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他有没有摆脱过去带给他的束缚？他有没有资格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或许就是属于他真正的花开锦绣。不是因为他拥有了多少财富，也不是因为他最后站在了多么耀眼的位置，而是因为经历过命运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之后，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这才是这个角色最让人心疼，也最让人佩服的地方。而花开锦绣真正高明的地方也正在这里，他没有告诉观众，人生一定会给你一个公平的答案，他只是告诉你，即使答案不公平，你依然可以选择怎么活下去。封建社会给人物设置了无数枷锁，身份、家族、权力、婚姻、名声，每一样都可能成为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力量。
尤其对于女性而言，想要真正掌握自己的人生，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所以，她们每一次反抗，每一次选择，每一次试图摆脱命运，都不仅仅是在争取个人幸福，她们其实是在争取一个人最基本的东西——选择的权利。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再去看所谓的大团圆，就会发现它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如果没有经历前面的痛苦，结尾的幸福不会有重量；如果没有那些无法挽回的遗憾，最后的重新开始也不会如此珍贵。所以，剧中的锦绣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用无数次选择换来的，是用眼泪换来的，是用失去换来的，更是用一次又一次不向命运低头的坚持换来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花开锦绣的结尾虽然看起来明亮，却始终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因为真正的成长从来都不是把过去全部删除，而是学会带着过去继续生活。你可以忘记一件事情，却很难忘记它曾经改变过你的方式。你可以走出一段关系，却无法假装自己从来没有爱过。你可以重新开始，却无法让曾经受伤的自己重新变回原来的样子。所以，所谓花开，并不代表所有家的朋友都消失，它更像是在告诉我们，其实曾经经历过黑暗，也依然在这也是花开锦绣最深的滋味。他们把人生包装进来，他承认遗憾的存在，也承认命运的残酷，但与此同时，他又不能一头追逐，那就是重新开始的勇气。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花开锦绣的结局好下一个人终于敢于为自己做一次选择。这或许才是花开锦绣真正想留下的答案。人生不会因为故事结束就自动变得完美，真正重要的是，当故事结束之后，你还有没有勇气继续写下去？而傅庭云的故事也正是在这里留下了最大的余韵。他最后拥有的也许不是一个没有遗憾的人生，但至少他拥有了一个可以由自己决定方向的人生，这已经足够珍贵。因为有时候，一个人真正意义上的重生，并不是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受伤，而是即使知道未来依然可能有风雨，他也不再害怕向前走。这就是花开锦绣留给观众最温柔也最残酷的一句话：花可以重新盛开，锦绣也终会铺满人生。可是曾经走过的路永远不会消失，而那些伤痕也不会因为结局写下圆满2个字就彻底被抹去。但或许正因为如此，这份圆满才更加真实。因为人生真正的美好，从来不是没有遗憾，而是有遗憾，却依然选择热烈地活下去。所以，当最后一幕落下，当所有故事终于归于平静，我们真正应该问的，也许已经不是他们最后幸福了吗？而是另一个问题：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他们终于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了吗？如果答案是是，那么这场迟来的花开就已经足够灿烂。而这也许就是花开锦绣最深的含义。它没有给每个人一个完美结局，却给了他们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有些人得到爱情，有些人得到自由，有些人得到身份与尊严，还有一些人也许什么都没有真正得到，却终于学会与过去和解。所以你看到的是花开锦绣，而你真正感受到的却是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遗憾走向了新的明天。这或许不是最甜的结局，却可能是最接近人生的结局。因为真正的圆满从来不是没有伤痕，而是伤痕仍在，花依然盛开。